当我们提及人妖这个词，大多数人的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泰国的景象。在这个热带国度的街头巷尾，人们经常能够遇见一种特殊的群体，他们以女性化的外表和曼妙的身姿吸引了无数游客的目光。他们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妖，也被称作第三性别或变性艺术家。人妖的外观往往令人惊艳，他们穿着鲜艳的服装，画着精致的妆容，举止间流露出女性的优雅与妩媚。他们的面容经过精心修饰，皮肤白皙光滑，眼眸深邃迷人。在舞台上，他们更是能够凭借婀娜多姿的舞姿和动人的歌喉，将观众带入一个梦幻般的世界。然而，这种女性化的外表并非天生如此，许多人妖在年幼时就开始接受激素治疗，以抑制男性特征的发育，并促进女性特征的显现。这种治疗过程充满了痛苦和不适，但他们为了心中的梦想和生计，不得不咬牙坚持。尽管人妖在舞台上光鲜亮丽，但他们的背后却隐藏着许多辛酸与不易。首先，他们必须面对来自社会的偏见和歧视。在许多地方，变性仍然是一个敏感和争议性的话题。人妖作为变性艺术家，往往会遭受到各种非议和排挤。他们的身份和选择经常被人误解和质疑，这使得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因为泰国最出名的特殊产物人妖，不知道有多少游客前往曼谷的原因，就是想一饱眼福，来欣赏一下人妖堪称奇特的表演。那么，究竟什么是泰国人妖呢？为什么会有人选择成为人妖呢？在泰国这片土地上，人妖又过着怎样的真实生活呢？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什么是人妖？强制的扭曲产物。所谓泰国人妖，指的就是从小服用雌性激素，身体逐渐呈现女性生理特征的男性。他们大多面庞阴柔，但仍旧保留着许多男性的生理特征，比如男性性器官、较之女生大的手脚、喉结和粗犷的声音等等。这里需要说明一个前提，人妖的性别仍然是男性。虽然他们胸部隆起，腰肢纤细，甚至因为服用雌性激素丧失了生育能力，但在泰国政府的规定中，人妖仍旧是男性，这也与他们的心理状况有关。与法律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女性的变性人不同，人妖仍旧保留着男性的心理活动。他们并不是因为想成为女性而变成人妖，而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被迫变成了这种可怕的特殊的状态。换句话说，人妖的产生其实源自于一种病态的扭曲。男生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身体一步一步异化，随后呈现出与心灵完全不符的外在面貌，这也使得大部分人妖的内心都十分痛苦。他们大多会产生性别认同问题，对自己的身份、性别和未来感到迷茫，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必须继续自己的工作，以人妖的身份来取悦欣赏表演的游客们。在游客的眼中，人妖是一类奇特、魅惑、性感的人群，他们有着女性的外貌、男性的嗓音，靠着热辣的歌舞表演吸引无数人的眼球。因为人妖的心理性别是男性，所以他们可以利用这一点，了解、抓住客人的心，让更多的客人对他们产生喜爱之情。但这依然无法改变他们内心真实的心理状况，他们依然是男性，他们在以男性的心理方式、思维方式去取悦男性。要知道，人妖比起真正的女性可能更加魅惑，这种行为并不让他们感到愉快，但为了生存，人妖们别无他法。说完这些，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妖是一种在缺乏内心的心理需求的情况下被强制扭曲形成的跨性别人群。他们仍有着男性的性征，却有着女性的外表。那么为什么会有人选择成为人妖呢？或者说，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被迫扭曲，成为这种一半是男一半是女的性别呢？经济的选择。
服务业的在复苏。据统计，泰国人妖的数量约为64万人。有关这64万人妖的出现和来历，民间流传着许多说法。有人认为人妖的出现与印度的阉人有关，也有人认为这些选择成为人妖的男性是因为从小生活在一个喜欢模仿女人的环境中。但流传最广、认可度最高也是最可信的说法就是经济原因。正如视频前面所说，这些从小就服用雌性激素，一步一步把自己异化的可怜人，是因为金钱问题被迫选择变成人妖的。贫穷才是人妖出现的土壤，这种说法的可信度相对来说比较高，论证也比较充足。因为在泰国本土的观念中，上世纪60、70年代人妖的数量是比较少的，但在70年代过后，人妖的数量就开始呈井喷式上涨，直到21世纪时，人妖的数量高达几十万人，甚至还在逐年增加。这是因为70年代过后，驻扎在泰国的美军撤军了，这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人们将其命名为撤退症状。所谓撤退症状，指的是美军撤走后，泰国人面对新时代的一脸茫然。当美军在的时候，泰国的主要经济来源，或者说泰国底层民众的经济活动是服务业。有需求就有市场，更何况这还是美军，当时世界上最有钱的一批人。巅峰时期，在泰驻军的美军足足有5万余人。在大把大把挥舞的绿色钞票前，泰国的服务业逐渐变得繁荣起来。宾馆、饭店、夜总会、按摩院，当然还有少不了的红灯区，泰国的经济逐渐呈现出了畸形的繁荣。可好景不长，当美军撤军之后，泰国就只留下了一地鸡毛，大量的服务业停摆，昔日赚钱的行当现在全在赔钱，这就是撤退症状，因为美军撤退引发的经济问题。更可怕的是，赚够了快钱的大家已经产生了对服务业的依赖，大家都在拼命寻找着一个新的可以作为服务业支柱的吸引游客的办法。人妖就这么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中，他们有独特的竞争力，足以吸引游客。更重要的是，人妖足够便宜，只要雌性激素就可以把一个又一个正常的男性变成人妖。这种物美价廉，除了损害当事人尊严和利益之外，堪称完美的服务业替代品，不就是吸引游客，让服务业重新繁荣起来的最好的办法吗？人妖就这么被打造成了泰国的特色产品。正如我们在广告、电影中看到的那样，泰国对人妖的宣传是不遗余力的，而他们也的确收到了好处，大量的游客慕名而来，为泰国带去了大量的经济利润。有需求就有市场，当贫穷的人们发现人妖能够赚钱，甚至是赚大钱时，后续的结果就这么出现了。贫穷的家庭开始让孩子服用雌性激素，以此来赚取钱财。稀少的人妖就这么逐渐扩张了起来。3. 悲惨的未来，金钱与肉体的天平。或许在许多游客的眼中，人妖的外表是光鲜亮丽的，她们美丽、奇特，有着一种区别于男性、女性的魅力。她们能赚钱，一场表演下来仅仅是小费就能让人眼红，而这种表演往往是爆满的，能赚钱还好看，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好？但只有人妖们自己才知道，在美丽的外表下，他们究竟隐藏着什么悲惨的事实。因为服用雌性激素，他们的生理机能是混乱的，他们的内分泌失调，因为长期服药身体不适，甚至会引发各种疾病，这也就造成人妖们的寿命一般都不长。他们是没有未来的，几乎所有的人妖都是如此。因为早在他们使用雌性激素，对自己身体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时，未来的结果就已经注定了，他们终究会早衰而亡，不得善终。除了一些走运的，因为外貌被人爱上的人妖可以花大价钱彻底完成变性手术，恢复正常之外，大多数人妖的前途都十分暗淡。如今的科技通过变性手术，人妖可以彻底变成女性，但这十分昂贵。他们难道不知道吗？他们当然知道这一点。
但知道又有什么办法呢？贫穷是一个可怕的魔咒，为了让贫穷离开，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健康和肉体摆上天平，作为筹码来交换金钱。但相较于一些更悲惨的同胞，这些可以进行正常表演的人妖已经足够幸运，至少他们能够生活在阳光之下、夜幕之中，而不至于徘徊在社会的边缘上。那么，除了这些进行正常演出的人妖，有没有徘徊在社会角落的人妖呢？他们是怎么进行工作，或者说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4. 红灯区的悲歌，当街拉客，秘密场所，可怜又可恨。Nana， 曼谷最有名的红灯区，这个坐落于曼谷城市中的巷道，著名的风俗之地，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一样，在远离人烟的僻静之所。实际上，如果你能抬头望去，就能看到高空中疾驰而过的轻轨，以及附近繁华的商圈。这里聚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寻欢之徒们，汉语、英语、德语、黑人、白人、黄种人，他们穿过拥堵的街道，在警察的检查下出示护照，走进了环绕的红灯区。那里有美貌的性工作者，有终日不停的酒吧音响，也有各种各样尺度巨大的兽。他们或许是不幸的，因为他们从事的工作在大多数人看来无疑是对自身尊严的一种贬低，但他们相较而言一定是幸运的，因为在离那一墙之隔的街道上，在游客们穿越红绿灯过来时的地方，还有着一群和他们一样进行着同样工作却匍匐在阴影中的人，那就是人妖。在那外的人妖大多是遇到了明显经济困难的人，他们可能长相不佳，也可能是因为手脚不干净被赶出了勾勾吧性工作者工作的酒吧，也可能是其他原因，但结果只有一个，他们没有办法坐在固定地点等待顾客的挑选，赚取相对轻松的工资和小费，他们只能守在路边，观察着任何一个可能成为他们客户的游客。他们会在挑选猎物之后迅速出手，拉着你的胳膊和手，希望你去看他们的表演。他们会用蹩脚的英语说着价钱，以此来诱惑你离开 Nana， 前往一个秘密场所，大多是隐蔽的阁楼和房间。那里远离人烟，门口往往会有1-2个看场子的守着，看起来十分吓人，很像是电影中黑吃黑的地方。大多数勇敢的游客都倒在了这一步，毕竟这种小地方看起来就不正规也不安全。对于大多数英语不达标的游客，如果被坑被抢，连报警都做不到，更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但也会游泳者同意人妖的请求，观看他们的大秀，一般就是以第一性征进行一些特殊动作，或者摆出一些暧昧的姿势，发出诱惑的声音来吸引游客。这一表演往往持续的时间不长，可当表演结束准备离开的时候，人妖们的陷阱就会露出了峥嵘。他们跟你说的价钱大多是虚假的，如果你想走，可以演出费交一下吧，或许是5倍，或许是10倍，或许是更高，但无一例外，那都是一笔与演出完全不匹配的费用。这就是在 Nana 周围徘徊的人妖的目的，他们希望找到一只肥羊，狠狠地宰一笔。几乎没有游客能够逃离他们的敲诈，在人多势众的泰国人面前，在凶悍的人妖面前，绝大多数游客都会乖乖交钱当作教训。只有少数的游客可以通过交谈、威胁的方式安全离开。游客们会为此感到愤怒，但当愤怒消退之后，涌上来的就是无尽的惋惜。欺骗游客的人妖是可恨的，但他们同样也是可怜的。他们承受着贫穷以及身体的痛苦，在看不到未来的道路上蹒跚前行。这就是生活在社会角落里的泰国人妖，一群在悲剧中诞生，彻底被金钱扭曲异化的人。他们中或许有人改变了自己的悲惨命运，但更多的则彻底沉沦在了社会的边缘之中。他们的欺骗行为或许是迫不得已，但这终将会让他们一步一步地走向自我毁灭。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故事哦。再会。